为什么你越省吃俭用，反而越存不到钱？今天的内容将解开你大半辈子的财富焦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勤勤恳恳地赚钱，一分一毫的算计，可是存折里的数字却从来没有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我知道那种感觉，很多阿姨大姐去一趟传统市场，买把空心菜还硬要老板多送2根葱，挑几颗苹果都要跟老板讨价还价半天，连几块钱的零头都想省下来。可是每天晚上坐在客厅看新闻，一下报通货膨胀，一下说鸡蛋又涨价了，甚至看到股市上下震荡，或者是每到月底看着房贷、车贷，还有小孩越来越贵的补习费账单，我们的心就跟着七上八下。虽然存折里多多少少存了一点老本，但总担心哪天生个大病，请看护的钱就不够用。再看看家里的孩子，薪水没涨多少，想买个房子连头期款都凑不出来。做父母的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恨不得把自己的养老金全掏出来塞给他们。我们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个打转的陀螺，被生活抽着转，越转越累，钱却好像永远留不住，心也永远悬在半空中。如果我现在跟你说，这世上真正富足的人，从来都不是追着钱跑的人，你相信吗？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师傅，这听起来太不切实际了啦。我们这种市井小民不拼命去赚，不去省，难道钱会自己掉下来吗？先别急着划走，请你给自己喝一杯茶的时间，静下心来听我说。今天我不是要教你复杂的理财看盘，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被我们现代人遗忘了几百年的古老佛学智慧。看完今天的内容，你将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财富频率，不用再苦苦追赶，让金钱与福报自然而然地流向你。其实钱是有灵性的，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但在古代的佛教寺院里，那些真正有修为的高僧大德，他们从来不为钱财烦恼，甚至从不主动下山向人募款。可是你仔细去观察，那些真正清修的寺院，香火总是最旺的，供养也是源源不断的来。这难道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个秘密，他们懂得如何与财富的能量共振。在佛教的楞严经里，有一句不可思议的话，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很多人不知道，这其实藏着财富最大的秘密。你的心念和频率能够改变外在的物质世界，当然也包含你的财富状况。大家常误以为学佛就是要四大皆空，觉得谈钱很俗气，这真的是很大的误解。真正的佛学智慧从不反对财富，反而教我们如何正确获得并运用金钱，让它成为滋养家庭的工具，而不是活在对钱的恐惧里。佛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念头创造了你的世界。你可以把财富想象成收音机，你想听欢乐的音乐，频道却调到悲伤焦虑台，那永远也听不到。当你每天紧皱眉头，害怕钱不够用，散发出的匮乏频率，就像在对钱说，滚开，我怕你离开我。你越追着钱跑，钱躲得越远。这不是命运捉弄，而是宇宙规律。如果你正为钱烦恼，觉得再怎么省吃俭用都留不住钱，请一定要把影片看完。接下来我要说的将彻底颠覆你的财富认知，化解你大半辈子的焦虑。在我们继续往下看，进入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前，我想请你在荧幕下方的留言区写下这8个字：财源广进，心性通透。这不是迷信，这是一个宣誓，一个向宇宙、向佛菩萨表达你已经准备好要打开心门，迎接改变的讯号。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为了让你更明白什么叫做财富的频率，我要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什么大老板，而是就像你我身边会遇到的一位住在巷子口的淑芳阿姨。淑芳阿姨今年65岁了，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操劳。年轻时在工厂做女工，后来又去帮人家做打扫，好不容易把2个孩子拉拔长大。按理说她现在应该是可以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她心里却比谁都慌。每天早上，她打开家里那个老冰箱，里面的剩菜剩饭热了又热，哪怕青菜都发黄了，她也舍不得倒掉。去菜市场买水果，总是挑那些有些碰撞、老板便宜卖的丑果。她总觉得钱就是要死死地捏在手里才有安全感。直到前阵子，他的大儿子准备结婚买房，左凑右凑，头期款还差了一大笔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淑芳阿姨二话不说，跑去银行把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老本，连同还没到期的定存全部解约，硬是帮儿子凑齐了这笔钱。钱交出去的那天晚上，他彻夜未眠。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不断盘算着，万一我以后生病了怎么办？万一物价又涨了怎么办？这笔钱出去了，我身上剩没多少，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恐惧紧紧掐着他的喉咙。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天空飘着毛毛细雨，淑芳阿姨心里实在太闷了，就走到住家附近的一间观音庙去拜拜。这间庙平常香火很鼎盛，但因为下雨，清晨的庙府没什么人。淑芳阿姨点了3炷香，跪在拜垫上，双眼紧闭，嘴里念念有词：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们家平安，保佑我儿子房贷缴得出来，保佑我老了不要没有钱看医生，拜托拜托。她拜得非常用力，双手紧紧握着那3炷香，连指关节都泛白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传来一个温和却很有力量的声音：女众菩萨，你的香抓得太紧，都快被你捏断了。淑芳阿姨愣了一下，睁开眼睛转过头，看到一位穿着灰袍的老师傅正拿着扫把在旁边扫地。老师傅的眼神很清澈，看着他微微的笑。淑芳阿姨有点不好意思的稍微松开了手，叹了一口气说：师傅啊，我是心里苦啊，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拼了命的省钱存钱，可是怎么越老越觉得心惊胆跳，觉得钱永远都不够用呢？老师傅放下扫把，走到他身边，看着观音菩萨的佛像，轻轻地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越是用力抓，钱却越是留不住吗？因为你现在心里发出来的频率不对。频率？淑芳阿姨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满脸疑惑。老师傅点点头说：万物皆有频率，财富也是。你刚刚跪在这里求菩萨，可是你心里装的都是什么？是恐惧，是焦虑，是匮乏。你看似在祈求财富，但你内心真正在散发的念头是：非我很穷，我不够，我好怕失去非。这种频率就像是在周围筑起了一道高墙，把财富的能量全都挡在外面了。淑芳阿姨想反驳，说自己明明很努力在存钱啊，但她仔细一想，真的被老师傅说中了。她每天打开记账本，感受到的是压力，每次花钱买东西，心里滴的是血。她从来没有因为拥有金钱而感到快乐，她对钱的感觉全都是满满的担忧。老师傅接着说：宇宙的规律就像一面镜子，当你每天都在对着镜子散发非我不够非的频率时，宇宙就会回应你。非好，那就让你继续体验不够的感觉吧。非，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怕没钱，
就越容易遇到让你破财，让你把钱花掉的烦心事。站在毛毛雨中，淑芳阿姨看着手里的那3炷香，突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急切地问：师傅，那我该怎么办？我难道不该担心吗？老师傅笑了笑，指着庙前那一棵几十年的老榕树，对淑芳阿姨说：你看这棵老树，它长得这么好，这么茂盛，你觉得它每天需要担心明天的太阳会不会出来吗？它需要害怕雨水不够吗？它需要拼命地用树根死死抓住泥土不放吗？淑芳阿姨摇了摇头。老师傅接着说：它不需要，它只要把自己的根扎好，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落叶的时候落叶，阳光自然会照耀它，雨水自然会滋润它。财富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把自己的飞根飞扎对了，把内心的频率调对了，财富自然就会流向你，而不是靠你每天提心吊胆去抓来的。看着淑芳阿姨似懂非懂的眼神，老师傅请她到旁边的长椅坐下，缓缓地说起了一个故事。在我们台湾有一位非常有名，大家都非常敬重的高僧，叫做广清老和尚。以前有一位老农夫去山上拜见老和尚，这位农夫啊，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一样，每天眉头深锁，充满烦恼。农夫跟老和尚抱怨，说自己种了一片地瓜田，可是不管怎么种，收成都非常差。老和尚问他：匪，你是怎么种的啊？匪农夫说：匪，我每天天还没亮就去田里，怕虫咬，怕草长，每天都在施肥，我实在太担心那些地瓜长不大了，有时候还会忍不住把土拨开，看看底下的地瓜有没有在变大。费广清老和尚听了，笑着摇摇头说：费阿伯啊，你的地瓜不是被虫咬死的，是被你烦恼死的。费老师傅讲到这里，转头看着淑芳阿姨。老和尚告诉那位农夫，种田的道理就是你把种子播下去，该浇水就浇水，该除草就除草，做完你该做的事之后，就要飞放下飞。你要相信土地的力量，而不是每天把心悬在那里患得患失。你每天去翻土，反而把地瓜的根都弄断了。在《金刚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非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非。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太深奥了，其实广清老和尚讲的种地瓜就是这个道理。老师傅的语气变得更加温柔且坚定。什么叫做非住非？非住非就是停留在上面，就是执着。我们很多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就像那个种地瓜的农夫一样。我们要不要存钱？当然要。我们要不要为养老做准备？当然要。这就像是农夫的浇水除草，是我们在这个世间该尽的责任。可是我们错就错在把心死死地粘在了钱上面。你每天盯着存折里的数字，稍微少了一点就整天吃不下饭。你把钱给了儿子，心里却每天都在害怕自己以后生病请看护没钱。这种强烈的恐惧和紧抓不放，就是非住非。你的心被金钱绑架了。当你的心充满了这种焦虑的能量，你就是在不断的翻土，把财富的根都扯断了。这在无形中其实是在把福报推远。淑芳阿姨听到这里，眼眶突然红了。她回想起自己这几十年来，虽然存下了一点钱，可是她从来没有一天是安心的。她为了几十块钱可以跟菜市场的摊贩吵架，为了省电费，连大热天都舍不得开冷气。她看似拥有了存款，可是她的心却穷得只剩下恐惧。师父，淑芳阿姨哽咽地说，我懂了，我一直以为我抓得很紧，是在保护我的家，原来我紧紧抓着的不是钱，是对未来的恐惧。可是师父，
如果我不这么紧紧抓着，不去执着，那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钱呢？钱又怎么会自己来呢？老师傅微微点头，眼中闪烁着慈悲的光芒。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你以为钱是抓来的，其实恰恰相反，钱是流动来的。雨渐渐停了，庙前的老榕树叶子上还滴着水，但在云层背后已经透出了一点点温暖的阳光。老师傅看着淑芳阿姨，语气平静地说，在佛教里，我们常讲非不是非，很多人一听到这两个字，眉头就皱起来了，心想，非我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哪还有钱去布施？难道学佛就是要我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捐出去，让自己变穷吗？非，这其实是天大的误会。真正的布施不是要你倾家荡产，而是在教你一个宇宙运作的根本定律，叫做能量的流动。老师傅指了指庙旁边用来洗手的洗手台，问道，阿姨，你想一想，一滩死水如果一直放在那里不流动，久了会变成什么样子？淑芳阿姨回答，会发臭啊，还会长蚊子。没错，老师傅笑着说，那如果是山上的泉水呢？因为它一直流动，所以永远都是清澈甘甜的。金钱其实就是一种能量，它跟水一模一样，它必须要流动。老师傅突然看着淑芳阿姨的眼睛，温和地问了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阿姨，你家里那个大冰箱是不是常常塞满了吃不完的剩菜？热了又热，连水果放到有点发黑了，你也舍不得丢，一定要自己切一切吃下肚。淑芳阿姨脸一红，点了点头。台湾很多长辈都是这样，觉得这是勤俭持家。老师傅轻轻叹了口气，阿姨，那满满一冰箱舍不得丢的旧食物，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死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紧紧捂在身边，害怕失去，害怕浪费，结果不仅吃坏了身体，更在无形中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匮乏频率。你的钱也是被你这样紧紧捂成了死水。为了让淑芳阿姨更明白，老师傅说起了镇上传统市场里的一个真实案例。你常去菜市场买菜，应该知道街角那个卖水果的阿金伯吧？市场里那么多摊贩，就属他的生意最好，摊子前面永远挤满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淑芳阿姨想了想说，因为他的水果比较便宜。老师傅摇摇头，不是的，很多水果摊老板为了不亏本，会偷偷把快坏掉的水果压在袋子最下面卖给客人。可是阿金伯从来不这么做，他每天早上整理摊位，只要看到有稍微碰撞到卖相不好但明明还很新鲜的水果，他不会藏起来骗客人，也不会带回家逼自己吃完。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把它们挑出来，装成好几袋，有时候送给市场里捡回收的阿婆，有时候请旁边摊位辛苦切肉的年轻人吃，有时候甚至趁下午收摊，骑着摩托车送到镇上的育幼院给孩子们当点心。别的摊贩常常笑他傻，说他这样做生意迟早要亏本。可是阿金伯总是笑呵呵地说，非水果就是要给人吃的嘛，大家吃得开心，我也开心啊。费老师傅看着淑芳阿姨，加重了语气，阿姨，你看懂了吗？阿金伯给出去的虽然是水果，但它散发出来的频率是什么？是非欢喜心非，是非我很富足，我有多余的能力可以分享非，这就是在创造活水。宇宙接收到了阿金伯这种丰盛喜悦的频率，就会自动判定非这个人是一个富足的人，他懂得让能量流动，非于是宇宙就会派更多的客人去他的摊位，给他带来更大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他看似在送东西，生意却永远做不完。
因为它打通了财富的活水。淑芳阿姨听到这里，心里仿佛被敲了一记响钟。她回想起自己把定存解约给儿子买房的时候，她给出去的是一大笔钱，可是她心里有一丝一毫的欢喜心吗？没有。她给的时候心在淌血，满脑子都是我以后该怎么办的恐惧。老师傅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温柔地说：阿姨，给予本身是不会让人匮乏的，是非恐惧非让你匮乏。当你带着恐惧和不甘愿去给钱或者去花每一分钱的时候，就算你给出去的再多，你心里散发出来的依然是非我好穷，我快没了非的频率。真正的布施是你在给出去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感恩与喜悦，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句赞美，或是买菜时不跟老板计较那5块钱的零头，在心里祝福老板今天生意兴隆。当你带着这种丰盛的感觉去给予，你的生命就会开始变成一池活水，财富自然会循着这个频率源源不绝地流向你。一阵微风吹过，榕树上的水珠轻轻滴落在淑芳阿姨的手背上，有些微凉，却让她的大脑无比清醒。她看着眼前这位扫地的老师傅，终于明白自己这大半辈子到底哪里做错了。老师傅看着淑芳阿姨渐渐放松下来的肩膀，笑着点点头，继续说道：阿姨啊，你现在知道要让财富变成活水了，但是在活水流进来之前，我们得先把自己心里那几块大石头给搬走。这几块大石头就是阻碍我们这辈子享福，把钱财挡在门外的3大心魔。第一个心魔叫做非匮乏亦是非，说白了就是穷怕了。老师傅指了指庙外来来往往的香客，你看我们这一辈的人，很多明明存折里有几百万的老本，住的公寓房贷也早缴清了，可是每天还是唉声叹气，担心以后生病请看护没钱，担心孙子上补习班太贵，不管拥有多少，心里永远觉得匪不够，不够还是不够匪。这个非不够非的念头，其实是从小时候穷苦的日子里带过来的。可是阿姨，你现在已经不穷了，如果你的眼睛永远只盯着你没有的东西，宇宙就会给你更多没有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越觉得自己穷的人，越容易遇到东西坏掉要修，无缘无故破财的倒霉事。这不是运气不好，是你的匮乏频率把他们吸引过来的。第二个心魔叫做匪执着与恐惧匪。老师傅稍微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幽默。很多长辈现在不愁吃穿了，手里有点闲钱，就去买几张股票，买基金。可是你去看看，每天早上9点一到，菜市场里很多阿姨连菜都顾不得买，死死盯着手机看盘，台积电跌个2块钱，他们的心就跟着痛，中午连饭都吃不下。阿姨，想赚钱没有错，错是错在非执着非这2个字。执着的背后就是极度的恐惧，怕亏本，怕失去。当你用这种紧绷、害怕失去的能量去面对金钱，钱感受到这种沉重的压力，它反而会想逃走。你越怕失去的，往往越留不住，这就是执着带来的苦果。淑芳阿姨听到这里，忍不住会心一笑，因为她身边确实好几个老姐妹就是这个样子，连她自己也常常为了定存利息少了几百块而闷闷不乐。第3个心魔叫做非过度焦虑非。老师傅叹了口气说，现在的电视太方便了，很多长辈每天坐在客厅，政论节目一台换过一台，社会新闻看了一整天，跟着电视里的人骂，跟着新闻里的悲剧掉眼泪，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乱七八糟，没有希望。你知道吗？当你处在这种焦虑和生气的情绪里，你的能量场是非常混乱、非常低频的。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
你很容易做错决定，比如听信别人的谣言去乱投资，或是被人骗去买没用的保健食品。焦虑只会吸引更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发生。听完这3大心魔，淑芳阿姨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的心事全被老师傅说中了。她双手合十，恭敬地问：师傅，那您教教我，我该怎么把这些心魔赶走？我该换成什么样的频率，菩萨才会把福气和财富赐给我呢？老师傅微笑着摇摇头，福报不是菩萨赐给你的，是你自己的心念感召来的。你只要在心里培养3种高频率，财富自然会跟着你走。第一种是非感恩的频率非。很多人觉得等我有钱了，等我儿子发达了，我再来感恩。这顺序完全搞反了。你要先感恩你已经拥有的，老天爷才会给你更多。明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要急着看 LINE 群组的长辈图，你先在心里感恩，非感谢老天，我今天还能健康的喘口气，感谢我有一张温暖的床，感谢我等一下有热腾腾的稀饭可以吃。非当你真心感恩的时候，你就是在向宇宙宣告，非我是一个富足的人。非。第二种是非喜悦的频率非。快乐不是买名牌包、吃大餐那种短暂的刺激，真正的喜悦是你去公园散步时，看到一朵花开了，心里觉得欢喜；是你帮孙子煮了一顿饭，看他吃得开心，你也觉得满足。像阿金伯那样，把欢喜心散播出去。当你的内心常保喜悦，你的磁场就是发光发亮的。好的运气，好的财气，最喜欢找这种发光的人。第3种，也是最难的一种，叫做非信任的频率非。老师傅的眼神变得非常深邃，看着淑芳阿姨说：我们做父母的操劳了一辈子，最难的就是放手。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帮儿子买房了，剩下的就要信任。信任老天爷会有最好的安排，信任你的孩子有能力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当你做完该做的事，然后把手放开，把心交给宇宙，交给佛菩萨，不再日夜操烦。这种放手的信任才能腾出空间，让真正的奇迹走进你的生命里。听完老师傅的话，淑芳阿姨觉得心里那块压了几十年的大石头好像瞬间被人搬走了一大半。她急切地问：师傅，道理我都懂了，可是我这个人笨笨的，也不会念什么深奥的经文，您能不能教教我，我今天回家以后具体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富足的频率给养出来呢？老师傅爽朗地笑了几声，说：修行哪里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在深山老林里，而是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行住坐卧之中。我现在教你4个最简单的微行动，不用花半毛钱，你今天回家立刻就能做。老师傅伸出了一根手指。第一个微行动，早晨起床的3口气富足法。阿姨，明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千万不要急着拿手机看那些早安图，也不要马上跳下床赶着去做早餐，你就先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深深地做3次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感受空气进到身体里；吐气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非我今天还活着，我有一张舒服的床，我有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家，我真的好有福气。非你不要去想户头里有多少钱，你就去感受那种非我现在很安全、很满足非的感觉。只要短短3分钟，让这种安心的感觉充满你的胸口。当你用这种富足的感觉开启新的一天，你那一整天的磁场都会是发亮的。老师傅接着伸出第2根手指。第2个微行动，
菜市场里的开心零钱布施。我们刚刚说了阿金伯的故事。阿姨，你以后去传统市场买菜，如果总共是105块，你给老板110，老板要找你5块钱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跟老板说，飞老板，这5块钱不用找了，祝你今天生意兴隆哦。飞，或者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顺手把那张发票投进旁边的爱心零钱箱里。你不要小看这5块钱，一张发票，当你笑着跟老板说不用找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飞哇，我也有能力给予别人飞的快乐。你给出的不是那几块钱，你给出的是一种名叫丰盛的能量。当你觉得自己是个可以随手给予的人，宇宙就会认定你是个富翁，财富的活水就会开始朝你流过来。老师傅伸出第3根手指，第3个微行动，花钱时的感恩咒语。大部分的人花钱的时候，心里都是在滴血，觉得钱又变少了。阿姨，从今天开始，我们把念头转一下，你去便利商店缴水电费的时候，不要在心里抱怨电费怎么这么贵，你要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咒语，非谢谢这些钱，因为有你们，我晚上才有明亮的灯可以点，夏天才有冷气可以吹，感恩你们照顾我的家，非甚至过年过节你包红包给孙子，你也不要想非，哎呀老本又变少了非，你要看着孙子开心的笑脸，在心里说，非谢谢这些钱，让我的小孙子这么快乐。非当你把花钱变成一件感恩的事情，金钱感受到你的善意，他就会非常喜欢跟你在一起。出去转了一圈，他还会带着更多的钱回来找你。老师傅伸出了第4根手指，第4个微行动，睡前的粗盐泡脚，大扫除。我们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听别人抱怨，看电视新闻生气，身上不知不觉会沾染很多焦虑和恐惧的低频能量。阿姨，你今天晚上洗完澡，拿一个水盆，装点温热水，去厨房抓一把我们腌菜用的粗盐丢进去，然后坐下来好好泡个脚，泡个15到20分钟。在我们传统的智慧里，盐巴本来就有净化磁场的作用。当你把双脚泡在温热的盐水里，你就闭上眼睛观想，今天一整天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担心，所有对钱的恐惧，都顺着你的脚底板慢慢流进这个盐水里，被彻底洗干净了。泡完之后，把水倒掉，你会发现整个人轻飘飘的，晚上绝对能睡个香甜的好觉。没有烦恼的身体才是最好的聚宝盆啊！听完这4个简单的方法，淑芳阿姨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些事情太简单了，她完全不需要去学什么复杂的理财课，也不需要花半毛钱，这全都是她日常生活里转个念头就能做到的事。她站起身来，双手合十，深深地对着老师傅鞠了一个躬。师傅，您的话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这大半辈子都在追着钱跑，把自己搞得好累好累。从今天开始，我不追了，我要好好过日子，把心养好，让这池水活起来。老师傅笑着点点头，拿起扫把，转身继续扫着地上的落叶。他的声音伴随着沙沙的扫地声，轻轻地飘进了淑芳阿姨的耳朵里。去吧，阿姨，记住，你不是在外面寻找财富，你只是在找回那个本来就富足、本来就圆满的自己。看着老师傅扫地的背影，淑芳阿姨的脚步变得好轻，好轻。她这才发现，原来雨后的天空这么干净，原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这么富足的一件事。淑芳阿姨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缩影。我们大半辈子都在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奔波，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向外抓取，拼了命的想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却忘了停下来
好好照顾自己那颗疲惫又焦虑的心。今天这部影片不是要叫你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做，每天坐在家里等着天上掉下金币。该努力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努力，该为家庭尽的责任我们还是要尽。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请你换一颗心，不要再带着恐惧和匮乏去生活了。你不需要靠着存折里面的数字来证明你这辈子有没有价值，你也不需要用过度操劳和牺牲来证明你对这个家的爱。真正的富有从来都不是银行里有多少钱，而是你的心自由了，满足了，快乐了。当你内心真的富足了，外在的一切，包括金钱、健康、好人缘，都会像春天的花开一样，自然而然地来到你身边。这就是佛经里说的心能转悟。有一位修行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别再去找钱了，去找你自己吧，去把那个原本就丰盛、原本就平静、原本就充满喜悦的自己找回来。当你找到了自己，财富自然会循着光主动来找你。如果你看到这里，心里觉得有一丝丝的温暖，肩膀上的重担好像轻了一点点，那么我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在当下做一个最简单的布施。请你在底下的留言区留下这8个字：财源广进，心性通透，或者写下一句你对家人、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祝福语。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动作，当你打出善言的那一刻，你就是在向宇宙发送一个最强大、最温暖的高频率。当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里留下祝福，我们这个留言区就会变成一个充满奇迹的正向能量磁场。每一个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看到这条留言的人，都会沾染到你的福气与慈悲。财富只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项礼物，不是全部。真正重要的是你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你每天能感受到的平静与喜悦。愿你从今天起调到最正确的频率，愿真正的财富与平安主动来到你的生命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觉得这段缘分对你的生活有一点点帮助与启发，非常欢迎你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并把这份善念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在这里修心养性，共同创造更丰盛、更安定的美好人生。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